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比特币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弱的跌幅，0.04的下跌。这里呢，我们看到上方在4小时级别上，事实上是存在压力位的。那4小时级别压力位，昨天提示到了200日均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这3条均线系统呢，都是目前比特币所处的位于67000点的一个压力。所以呢，比特币的反弹目前止步于此。同时呢，在反弹的结构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收敛三角形，在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所以呢，目前比特币有重新第二轮回踩一下64000美金的一个需求。那这里的回踩需求原因是前面行情当中从73000点到59600美金这个低点形成了巨大的筹码缺口。那这个巨大的筹码缺口呢，因为比特币的减产，在减产之后，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一轮反弹，并且在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插针。那这个插针呢是伊拉克攻击了伊朗，发射了一枚导弹所以呢快速插针之后迅速反弹上来。反弹的理由就是目前的趋势是一个反弹趋势，临时的偶发事件改变不了正常运行的趋势，因此呢反弹仍在继续。那么到目前为止，反弹到200日均线附近之后，有重新回踩一下的需求。那么这里的回踩就是第二轮次对73000到59000这样的一个筹码缺口进行的二次回踩我们看到反弹之后可能出现二次回踩，然后3次回补3次回补之后反复震荡，形成一个方向偏上的反弹结构的收敛三角形，这样呢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结构。同时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目前比特币仍然处在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后面的干扰性 K 线当中。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把这组干扰性的 K 线叫做妖怪 K 线。这组妖怪 K 线目前已经运行了7周，那7周过程当中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但是上方呢，我们依然有8阶阳线周线级别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需求，这也是目前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那么本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对于比特币来说，完成之后容易非常接近10万美金。那么昨天我们重点提到了 BNB 因为 BNB 相对于比特币的一个交易对它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走势。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上方存在0.009的压力位。那这条压力位怎么来的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线是周线级别的169均线，同时也是从21年至今的一个筹码密集带那个筹码密集带附近呢容易存在压力。但是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无论在4小时级别上还是日线级别上都存在一个横盘整理的315这一天到419这一天形成的收敛三角形，长达1个月的盘整过程当中，让它在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形成了一个矩形结构的突破。那这里矩形结构突破之后，我们认为能够不断创出新高。那么在比特币和 BNB 这个交易对不断创出新高的同时，我们认为 BNB 相对于 USDT 它本身的价格容易出现不断上涨。那么这里面我们画出了它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是在日线级别上的。那 BNB 和 USDT 交易对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了矩形结构，并且上方位于600美金附近构成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这里面就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定律。一旦出现这样的结构，非常容易出现新高。那么如果 BNB 相当于 USDT 出现新高的话，很容易破了前高692.9美金，不断向上发展。同时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 BNB 做出了2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这2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正在酝酿的是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如果这里出现新高的话，那么将意味着周线级别 BNB 会走出周线级别新的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
那么有了新的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上方会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一轮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预期将在这个位置上发生。同时，对于 BNB 来说，非常容易发生的是平行结构啊。我们看到曾经在$6.24低点出现一轮上涨的 BNB 啊，在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一轮急速上涨的 BNB。目前正在走出与第一轮疯狂上涨相互平行的一个结构。那么两个上涨相互平行之后，我们将不断见证 BNB 创出新高的一个历史性时刻。那今天我们看云图啊，在云图上来看，我们看到多头目前占比比较大啊，我们看到大多数都出现了绿色啊，这里面是市值前200。类型是涨跌幅，然后面积是流通市值。那么流通市值比较大的 SOL 啊，我们看到今天有了1.49%的上涨。还有呢，就是一些山寨币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那么今天我们注意到的山寨币呢是 BOME。那这里的行情我们看到 BOME 出现了连续的上攻动作。那么 BOME 属于一个次新币。那在上线 Binance 平台之后，经历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做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完结之后，近期焦点附近出现了跌破收敛三角形下跌的一个趋势。当时我们就说了啊，这轮行情的下跌将让 BOME 这个次新币进入到一个黄金坑位，同时呢，下方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那么底部的一个横盘震荡收敛三角形处在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在突破之后容易走出一轮行情。当然了，我们看到这里4小时级别目前是承压的，这里的压力位呢是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附近，在0.012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但是我们回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对于 BOME 这个某某板块次新币来说啊，已经走完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构成。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容易做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一旦这个4小时级别调整回踩到支撑位附近0.01这个位置之后，它容易再度做第2轮次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总而言之，这轮行情的结构走得非常清晰，上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压力位是在0.013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将意味着对于 BOME 来说将走完它的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同时呢，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BOME 目前走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对于这种次新币种，我们一定要重视，容易受到资金追捧，容易受到散户关注。那么上方对于周线级别的 BOME 来说，有可能走出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最终呢，在这一轮行情的催化下啊，不断走出一个新高。毕竟呢，某某板块是目前行情当中的一个热点。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某某板块啊，类似 PEP 这种、道指这种呢，都出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涨幅。那这里涨幅出现之后，首先要关注的就是 Binance 平台上的一些次新币种。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这本书，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或者加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